英國曾經係世界嘅霸主，全盛時期喺地球每個角落都插住佢支旗。雖然二戰之後英國喺國際舞台上好似冇乜蹤影，但係都叫做發展得中規中矩啊。只不過近呢10年發生咗好多事。This means that the UK has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. The UK death toll from COVID-19 has now topped 50,000. The Russian assault has begun. It means this country has officially entered a recession. 以前都唔係好覺嘅問題，而家一下子浮晒上面。究竟點解呢啲問題會喺而家爆發嘅呢？最近英國就換咗新嘅執政黨，上場冇幾耐，應付完一個又一個嘅挑戰。啱啱就公布咗向中產開刀嘅秋季預算，究竟新一屆政府有冇方法可以帶領英國走出呢個困局呢？定係反而會將以前積落嘅問題火上加油呢？ To fix the foundations and deliver chang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tthew。工黨上場4個月以嚟，一直都頭痛緊點樣面對一系列經濟挑戰。又話上一屆政府嘅財政黑洞，搞到今年要加稅400億英鎊。呢幾年好多人移居英國，究竟而家嘅情況會點樣影響喺英國嘅你同我呢？就算你唔係喺英國生活緊，喺電視上面睇到冇幾耐之前嘅示威，應該都好想知道呢個地方出現咗啲咩問題。咁所以我會嘗試用簡單易明嘅方式同大家講下，究竟呢幾年英國經歷咗啲乜嘢，導致成個經濟慢慢步入困境呢？而呢幾年發生嘅事對英國嘅社會同經濟帶嚟啲咩影響呢？而面對呢一啲挑戰，英國政府有冇解決方法可以帶領英國走出呢個經濟困局呢？要知道英國經歷咗啲乜嘢，就要帶大家翻去2020年。2020年，英國正式脫歐，終於可以重新攞翻個話事權，從此同歐盟各行各路。當然，我哋唔可以單靠呢幾年就話脫歐係弊多於利啦。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脫歐短期內一定會對英國嘅前景帶嚟好多不確定性。其實自2016年嘅脫歐公投以嚟，英國嘅投資已經停滯咗㗎啦，因為有好多貿易協議都要重新簽過晒。外國企業選擇喺英國投資都多咗好多考慮因素，例如供應鏈、關稅，呢一啲都直接影響到外國企業嘅投資成本。雖然喺2016年之前，英國嘅投資狀況都唔可以話好好啊，但係如果要延續翻脫歐之前嘅趨勢，而家嘅投資額可能會高成25%。除咗投資之外，英國嘅勞動人口都有好明顯嘅變化。始終歐洲人都唔再可以好似以前咁樣自由出入英國工作，但係唔係個個都好似香港人咁樣有特別嘅 visa 通道可以喺英國做嘢。想入嚟英國，全部都要經過統一嘅移民系統。去到2022年9月，保守估計脫歐已經損失咗33萬人。雖然呢33萬人只係佔總勞動力嘅1%，但係之前好多歐洲人都係做緊運輸、酒店或者零售，所以到而家呢啲行業長期都係請唔夠人。咁你可能會諗啦，唔夠投資，唔夠人，咁我哋專心搞翻掂佢咪得咯？可惜事情並唔係咁簡單，因為英國正式脫歐冇幾耐之後，就經歷咗第2重嘅考驗。Almost 9,000 people in the UK have now lost their lives to coronavirus. In England, we must therefore go into a national lockdown, which is tough enough to contain this variant. 2020年嘅疫情令到政府當時使咗好多錢去支撐個經濟。We are providing £280 billion to get our country through coronavirus. 保守估計疫情嗰陣，政府嘅總支出有成4000億英鎊咁多啊！即係話平均每個英國居民就要俾成差唔多5000幾英鎊。但係疫情嗰陣，好多英國人都失業冇嘢做，冇嘢做又點樣交稅呢？咁呢啲錢究竟係邊度嚟嘅呢？啲錢係借翻嚟嘅。一個國家可以發好多國債去支持自己嘅公共服務。日本
係全世界有最多國債嘅國家之一，但係好多經濟學者都唔係好擔心呢一個情況，因為日本長時間都係極低利率，接近零利率咁滯啊，所以日本唔使還太多利息嘅。睇翻英國啊，英國喺20至到21年度借咗成3130億英鎊，而2020年係處於一個極低利率嘅時間。OK， 低利率都冇問題嘅，好似日本咁樣慢慢還咯，要還嘅話都好易嘅啫。好可惜，呢個時候又發生咗另一件事。俄烏戰爭導致咗能源危機，俄羅斯嘅天然氣同埋石油都因為唔同嘅原因受到制裁、貿易限制，而英國係極度依賴俄羅斯嘅能源。能源供應唔夠，唔單止影響公司嘅營運成本，亦都增加咗普羅大眾嘅生活成本。本身疫情已經令到貨品供應短缺，再加上能源危機，喺2021年開始，英國嘅通脹就由0.7% 升到最高嘅11%。喺冇辦法之下，英格蘭銀行就要調高利率去減緩通脹。2021年年尾，銀行利率本來近乎零，只係用咗1年半嘅時間就升到最高嘅5.25%。當時好多英國人嘅貸款一夜之間就升咗成幾百磅一個月，佢哋已經嗌晒救命。但係叫苦連天嘅唔單止英國人，唔好唔記得英國政府都要還錢㗎。英國之前都只係還緊400億英鎊嘅國債，但係利率高咗，還國債嘅成本自然又高咗。而家已經係還緊1000億英鎊，要還多咗成600億英鎊。千祈唔好睇少啲600億英鎊，如果唔使還債，呢啲錢可以用嚟放落去公共服務，例如教育、國防，仲有英國一直引以為傲嘅 NHS 國民保健服務。NHS 喺呢10年嚟都面臨嚴重嘅資金短缺同埋人手不足。雖然係有請多咗初級醫生同埋護士，但係依然都係滿足唔到而家嘅需求。市民對 NHS 嘅滿意度降至歷史新低，只係得24%。當一個國家嘅經濟出現咗問題，而又遲遲都唔解決，就會出現好多嘅社會問題。就好似最近嘅英國反移民示威，雖然移民唔係影響英國經濟嘅主要原因，但英國呢10年嚟生產力停滯，人工又停滯，租金上升，淪落街頭嘅人越嚟越多。呢一啲日積月累嘅經濟問題，好容易會令某一部分人針對，爆發呢一啲嘅衝突。而家英國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冇錢去增加資源，去投資基建，提升生產力。英國最新嘅預算案就選擇咗加稅400億英鎊，仲要向中小企同中產開刀。加稅可能短期內會令英國多咗資源，但係長遠係咪真係咁有成效就好難講啦。假如你係老細，見到英國加咁多稅，都唔想過嚟投資啦。冇人喺英國投資，就好似一架飛機冇燃料咁樣，好難飛得起。所以喺出咗預算案之後， OBR 即刻修訂咗英國嘅未來經濟增長，係仲衰過之前。不過點都好啦，加稅同埋削減開支已經係勢在必行。但係慳咗落嚟嘅錢，應該要用落邊度先啱呢？要解決呢幾年嘅經濟問題，就要由源頭開始解決。英國嘅生產力其實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就已經停滯咗㗎啦，而英國本身都知道呢一個問題，所以喺最新嘅預算案都有花錢去提升醫療設備、提升基建同埋提升教育嘅質素，去鞏固返英國嘅根底。不過要見到生產力真係有所提升，睇怕都要返3-5-7年嘅時間啦。希望到時英國都仲有資金去支撐呢一啲嘅投資啦。好多謝大家睇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睇完之後會對英國而家嘅經濟狀況有多啲嘅了解。唔知大家對於英國嘅前景有咩睇法呢？不妨喺下面留言，同大家一齊討論啦。走之前記住要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鈴鈴，咁我每一次出新片嘅時候，你
就會成為第一批觀眾㗎啦。我係 Matthew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